我是谁？我在哪儿？不对劲，这身体里的燥热。万道剑主，九炼丹王，这是星魔之战。去死吧，永恒仙尊！束手就擒吧，永恒仙尊！做梦！这世上再无永恒仙尊！我想起来了，我乃仙界至尊永恒仙尊。这里是天元大陆，苏家被灭门，秦家收留了我，原主上门女婿。等等，今天是大婚之日，大婚之夜，我怎么会在这里？好狠毒的算计，有人做局要害我！滚开！必须立刻离开。这是九霄通天塔，他竟然也跟着我过来了。当年在荒古遗迹中意外获得这宝塔，却始终无法炼化，难怪能够重生。有了这件至宝，何愁仇敌不能清算，又何愁不能重返巅峰？败类！大婚之夜闹出这种丑事，你对得起秦家，对得起月雨吗？这下看你怎么翻身！原来是这个蠢货在背后搞鬼，这手段属实低劣了。晨儿，你竟然……这位岳父倒是一直对原主视如己出。回来了，去洗洗，吃饭。秦伯父，您都亲眼看见了，这等败类，丢尽秦家颜面！今日若不将他逐出秦家，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够了！秦伯父，您这是……王公子，今日之事，乃是我秦家家事，其中或有误会，老夫自会查个水落石出。还望王公子看在秦某的薄面上，将今夜所见烂在肚子里。秦家感激不尽。所有人听着，今夜之事，但凡有半个字泄露出去，一律按家法重罚，绝不姑息。来人！是。你们送小姐回房歇息。前厅宾客尚在，你，老夫先去招待。王腾，这笔账我记下了。
显然，这位秦家大小姐并不怎么欢迎我。儿女情长，哪有抓紧探寻自身力量来的重要？这一次，让我看看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神识进来了。鸿蒙归元经，九霄通天塔第一层，竟直接就给了一部如此惊世骇俗的功法。此功修炼出的灵力，不属于五行阴阳，而是一种更为初始、更为纯粹的鸿蒙之气。此气可化万物，可融万法。寻常武者修炼一种属性功法，便会被打上烙印，再难兼容其他。而鸿蒙归元经却能海纳百川，吞噬天地间任何一种能量，化为己用。更恐怖的是，此功法修炼出的鸿蒙之气，对任何属性的灵力都有着绝对的压制力，同阶之内堪称无敌。每一层境界的突破，都相当于用鸿蒙之气将肉身、经脉、神魂进行一次彻底的刺除，能够脱胎换骨。这代表着，只要修炼此法，未来的修炼将没有任何瓶颈可言。炼丹炉。九霄通天塔的秘密颇多，我现在的实力太弱，难以窥悉其中奥秘，也实属正常。有了此等神功，何愁仇敌不能清算？原主不愧是天河城人尽皆知的草包，经脉淤塞，气血孱弱。对于寻常人而言，想要引气入体，开启修炼之路是天方夜谭，但对我而言，不过拾阶而上。开始了。淬体一重，成。淬体二重，成。淬体三重，成。1个多时辰，连破3阶。仅仅1个多时辰，便从一个普通凡人踏入了淬体3重。这鸿蒙归元经，当真是恐怖如斯。万道剑主9炼丹皇，你们等着，我苏晨早晚会再回来的。还有叛逆寒风，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从进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多时辰。苏晨非但没有敲门，甚至连一点其他声音都没有。按照他的性子，发生这种事回到新房，必然会第一时间来敲门。月雨，开门啊！你听我解释，你开门啊！甚至可能口出狂言，试图强闯进来。我都已做好了彻夜对峙的准备，可如今外面安静的有些过分了。难道今夜之事让他受了打击，直接在外间睡死了过去？我素来厌恶苏晨，鄙夷他的不学无术，可也正因如此，反而习惯了那个整日围着自己打转的人。今天他先与婢女不清不楚，闹出那等天大的丑闻，现在回到洞房却又偃旗息鼓，仿佛当我这个人不存在一般。这感觉就好像蓄满了力气的一拳，却重重地打在了空处，让我心里莫名的有些发堵。他到底在干什么？是被今夜之事打击得一蹶不振了，还是说他真和以前不一样了？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一个烂到骨子里的废物，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这是在修炼？这个整日只知吃喝玩乐，视修炼为苦差的人，竟然会在新婚之夜一个人独坐修炼？想看就出来好好的看，暗中窥探，算是什么？他是怎么知道的？自己明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连呼吸都屏住了。谁偷看你了？自作多情。他真的不一样了。今晚苏晨的举动，都与记忆中那个窝囊猥琐的家伙判若两人。这个男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女人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昔日身为永恒仙尊，见过的仙子神女不计其数，秦月雨固然堪称绝色，但与大道巅峰血海深仇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他昨晚真就这么在外间修炼了一夜，没有进来，怎么觉得有点失落？我在想什么？人呢？难道他已经走了？你什么时候在那儿的？天色不早了，该去给岳父敬茶了。经过一夜修炼，当前已成功突破到了淬体4重，虽不像初次修炼那般势如破竹连破3重，但如此速度传扬出去，足以骇人听闻。不过这具身体的底子实在太差了，孱弱的肉身根本无法承受我脑海中那些强大的武技。若强行施展，恐怕不等伤敌，自己就先会经脉寸断，爆体而亡。必须想办法尽快淬炼肉身。思前想后，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炼丹。前世的我虽然并非以炼丹著称，但作为仙界至尊之一，我的炼丹造诣同样深不可测。货真价实的9品炼丹师，足以俯瞰绝大多数所谓的丹道宗师。淬体4重远远不够，这点实力连给那3个老狗提鞋都不配，炼丹刻不容缓。父亲，岳父，昨夜一事，让我如鲠在喉。你身上怎么有气血波动？你修炼了，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什么境界？回岳父，是昨夜开始修炼的，如今是淬体4重。什么？淬体4重，昨夜才开始修炼，一夜之间连破4阶。一夜之间，从一个从未修炼过的凡人，直接突破到淬体4重，这怎么可能？好，晨儿，你能幡然醒悟，开始修炼，这是天大的好事。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以后，但凡你有任何需要的物资，无论药材还是功法，尽管去找福伯支取，我秦家会倾尽全力支持你。多谢岳父。切记，修炼不比其他，务必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基础，万不可好高骛远。小婿铭记在心，多说无用，唯有日后用实力来证明。看来昨夜那场闹剧，秦啸天打算就此接过了。他真的不一样了。
一夜淬体4重，这绝不是巧合。父亲，岳父，哈哈哈。退下吧。去吧。正好，我需要一个独处空间，去筹备淬体药液之事。记忆中恰好有一种名为百兽淬体液的药方，此药液无需引动天地灵气，仅靠药材本身的力量融合还炼即可，完美契合我如今只是淬体境，还无法调动灵力炼丹的窘境。百兽淬乙液对于淬炼肉身、增强体质有奇效，正是我眼下最急需的。哎呦，这不是新姑爷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按这个方子，给我把药材都备齐了。怎么，药材不齐？不，齐，都齐着呢。姑爷，您就饶了小的吧。几个意思？我来自己家的药铺抓药，怎么就成了要你的命了？姑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儿。上次您来，张叔，急事！爹修炼身受重伤，急需100年人参吊住气血。少爷，这是百草堂镇店宝物，效果自不必说。你且快去，万万不可耽误老爷治疗。放心，绝不耽误。100年人参，你给我200两现银银票就行了。有了这笔银子，足够在春风楼逍遥数日。为了逛花楼，连自己家镇店之宝都敢骗去卖了。这原参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极品草包？您就看在小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饶了小的这一次。掌柜的，你先看看这药方，看完再说话。这都是些寻常的药材啊，青藤草、黑骨藤、百年乌头，这些药材虽然有些年份，但都算不上珍贵之物，铺子里多的是。唉，这就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药方。既然没什么名贵的药材，那就赶紧抓药吧。姑爷，话是这么说没错，可这药方虽然没有名贵药材，但分量却不轻啊。这一副药少说也得几十两银子了，您这一共要抓10副，那可就是好几百两银子。姑爷，您是知道的，这铺子里的药材都是有账目的，这几百两银子的药，小的实在做不了主啊。上次那100年人参，小的可是被福伯罚得够呛，再来一次，小的这条命可就真的没了。这事不好再去找秦啸天，昨夜才出了那样的事。他虽然因我修炼对我观感有了一点改变，但还是微乎其微。刚好从掌柜这里透露出我会炼丹，也算是一点改变。届时再虚构一个师傅出来。这样吧，你先给我配1副药，剩下的9副，等我证明了这药的用处，也证明了我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之后，再给我配齐。这，好吧，那就先给您配1副。言语上的解释，远不如事实来的有说服力。借你这地方一用。哎，姑爷，您这是？
掌柜的，他连秤都不用，能行吗？哼，看着吧，一会儿熬出一锅糊汤，看他怎么收场。这手法，他真的不懂炼丹。虽然无灵火，也无丹炉，但凭借前世身为仙尊的经验，控制这凡火熬制一锅最基础的药液，如同呼吸一般简单。这味道不对。我怎么感觉体内的气血动了一下？成了。试试。这能喝？不用喝，用手指蘸一点，涂在手背上即可。气血涌动，仅仅是一滴药水，竟然就能引动皮膜下的气血。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药汤，这简直就是淬体的圣药啊！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淬体散、强身汤，跟眼前这东西比起来，简直就是刷锅水。如果这东西能拿出去卖，商机，天大的商机呀！掌柜的，掌柜的，你醒醒！姑爷，这副药方除了您，还有其他人见过吗？没有。姑爷，您知道这药的功效不？知道啊，不就是淬体吗？这叫百兽淬体液，不过只是残缺版本，因为没有妖兽血作为引子，只能用这些寻常草药代替，所以药力大打折扣，效果并不是很好。若是能弄到强大的妖兽兽血，哪怕只是淬体境妖兽的血，将其融入其中，这药效起码还能再翻上几倍。这是残缺版，这叫效果不好。光这残四品，效果就已经比市面上最好的淬体药强上数倍了。要是再翻几倍，那得是什么神仙药效啊！还能更好？那是自然，只要材料足够，这药液的上限远不止于此。你给我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哪怕是内急，也得给我憋着。敢踏出这内堂半步，便按伤好重规处置。是，掌柜的，我不动，我绝对不动。来人，快去请福伯，就说我有10万火急的大事，让他老人家务必立刻马上过来一趟。是，掌柜的。你这是干什么？不就是一副低级的淬点液吗？至于搞得这么如临大敌？怎么回事？出什么大事了？老张，你急急忙忙让人叫我来，说是有10万火急之事，到底怎么了？福伯，您可算来了。您快试试这个。这药液对开腹境都有微弱效果，若是批量生产，给家族弟子使用，足以让秦家年轻一辈整体蜕变。姑爷，这是您弄出来的？是我。姑爷，老奴只问一句：这药方除了您，还有没有别人知道？若是有，您告诉老奴是谁，
老奴现在就带人去弄死他，绝不留后患。百兽淬底液，在前世不过是我麾下势力中那些刚入门的外门弟子用来打捞身体的大陆货色，怎么到了这天元大陆，反倒成了让人喊打喊杀的绝世宝物了？这凡界的资源匮乏程度，似乎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没有，这方子是我偶然所得，除了我，无人知晓。好，老张，百草堂立刻关门谢客，我会马上调集家族护卫队过来接管这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还有你，还有这些伙计，你们所有人，现在跟我回秦家，在事情没有彻底安排好之前，谁也不许离开家族半步。违者，家法伺候。这阵仗，搞得好像这百草堂里藏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神器一样，不就是一副药水吗？至于安排众人暂时留居府中吗？那个福伯，能不能先让人把我的药抓齐了？我还要回去修炼呢。哎呦，看老奴这脑子，一激动把正事儿给忘了。还愣着干什么？快给姑爷抓药！姑爷要多少就给多少，全挑最好的。是。这百兽淬底液虽然效果不错，但毕竟是残缺版，若是能有妖兽血加持，效果更佳。既然在秦家这么重视这东西，那自己何不趁机提点要求？福伯，除了这些草药，我还需要一些妖兽血。妖兽血？没错，这药液若是加入妖兽血，效果还能提升。不过我现在修为尚浅，肉身承受能力有限，最好是开府境妖兽的精血。若是再高了，我身体承受不住，反而伤了根基。没问题，家族库房里正好存有一些开府境妖兽的精血，老奴这就带姑爷回去取。老张，这里就全交给你了。福伯放心。走，姑爷，咱们回家。这天大的好事得赶紧让家主知道。家主若是知道了，指不定得多高兴呢。比我还急。这是怎么了？家主，姑爷在百草堂熬出一种淬体液，效果惊人。哦，什么水准？至少中级以上，对开府境都有微弱效果。什么？好！福伯，老奴这就收好。这药液足够让秦家年轻一辈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档次。晨儿，这百兽淬力液，当真是你弄出来的？不怪我多想。先不提晨儿前科累累，这是实在匪夷所思。一个从未接触过丹道的废物，突然拿出足以改变家族命运的神药。岳父，实不相瞒，小婿这几日幡然醒悟，不想再浑浑噩噩度日。机缘巧合之下，拜了一位隐士高人为师。那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初次见面便说与小婿有缘，传了这道药方。至于恩师的名讳和行踪，他老人家闲云野鹤，不喜被人打扰，曾严令小婿不得对外透露挡半分。用那位隐士高人的名头挡一挡，也不算全在撒谎。好，既然是你师傅的规矩，那我不问便是。你能有此机缘，也是你的福气。记住，无论何时，只要你有需要，尽管开口。秦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前世我见多了尔虞我诈、众叛亲离，
如今重生一世，虽然这岳父之前对我多有恨铁成钢，但在关键时刻，这份毫无保留的支持，却是实打实的。多谢岳父。好了，咱们说说这淬体液的事儿吧。这百寿淬体液的价值不可估量，我打算由家族出面，负责所有的药材采购、炼制以及后续的销售渠道。至于利润，家族拿30%，毕竟还要打点上下维持运转，剩下的7分全归你。3-7分，这也太厚道了吧！一般来说，这种家族生意，哪怕方子是个人出的，家族出力、出钱、出渠道，能给个5-5分就已经是顶天了。家主这是摆明了要给姑爷送钱呐！感谢岳父大人对小婿的厚爱，岳父如此厚待，小婿无以为报，日后定为秦家肝脑涂底。不，那就28。家族只拿2成，这已经是底线了。再少，几位长老那边我实在是交代不过去，你也要体谅岳父的难处啊。陈儿，你……岳父，您误会了，我1分不要。什么？1分不要？我没听错吧？这可是日进斗金的大生意啊！这怎么行？亲兄弟还明算账，更何况这是你师父传给你的方子，怎么能让你白白拿出来给家族用？这绝对不行！岳父，您刚才不是说了吗？秦家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既然是一家人，又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再说了，我现在一心只想修炼，哪有心思去管那些账目钱财？可是我若是缺钱了，缺资源了，我会直接找岳父您要的，到时候岳父您别嫌我烦就行。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修炼了。福伯，我要的妖兽精血别忘了。老福啊，你觉不觉得陈儿这小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这是转性了？家主，老奴也觉得姑爷这次好像是真的不一样了。或许苏家这根独苗真的要崛起了。姑爷，您回来了。去取一口大号铁锅，备足干木柴，送到院中灶台。是姑爷，小人这就去置办。姑爷，这是福伯让我给您送来的妖兽精血。无他。赤焰虎的精血，淬体5重，就看你的了。姑爷，灶台都架好了，您看看合不合适？青藤草3株打底，黑骨藤2段入骨，赤焰虎精血为主引，需在药液沸腾至最高温时滴入，方能最大限度激发药性。青藤草入水3息，草药遇配水迅速软化成碧绿粘液。黑骨藤折断入罐，断口处渗出深黑色汁液，两色交融。最后几味辅药依次投入：百年乌头、蛇纹草、凝血花。赤金色精血滴入药液。味道是冲了点，不过药效应该够了。
卡在淬体9重巅峰已有一段时间，此刻心神合一，正好冲击凝气境。什么味道？竟敢坏我突破凝气境，找死！你在干什么？炼药。炼药？就凭你还会炼药？你这炼的是什么毒药吗？你是想把这一院子的人都熏死吗？是不是毒药？你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东西臭死了！你不会想逼我吃下去吧？谁让你吃了？这是外敷的。这是淬体药剂，效果怎么会这么好？仅仅是一滴，就感觉自己那卡了许久的瓶颈，竟然隐隐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这是你炼的？不然呢？这怎么可能？他什么时候学会炼药的？这种级别的药剂，天河城的炼药师都要羞愧死吧？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以前那个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为了钱能把家卖空的废物去哪儿了？眼前这个人冷静神秘，难道这是他想出来迷惑我的新手段？这药很难得吗？还行吧，药方我已经给岳父了，估计过2天你们秦家上下人手1份都不是问题。什么？给了？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了？他知不知道这药方的价值？这可是足以让一个家族崛起的底蕴啊！苏晨，不管你在玩什么花样，我都绝不会上当的。这锅药归我了，你再重新炼一锅吧。反正我看你这材料还有不少。刚才不是你说这药方已经给我爹了吗？既然以后秦家上下人手1份，那我提前用1锅也不算过分吧？行，你拿去用便是，反正材料还有很多，我再炼1锅就是了。来人，把这锅药抬进去。等等，怎么反悔了？不是反悔，我得提醒你一句，这锅药液里我加了赤焰虎的精血。赤焰虎乃是开府境妖兽，其精血霸道无比。那又如何？这药液必须配合特定穴位涂抹，才能引导药力入体，安全吸收。你自己涂抹会有危险，还是我来帮你吧。你想干什么？这种事怎么能让你来？这孤男寡女共处一院，还要近距离上药，难免近身接触。这家伙果然没安好心，这就是他迷惑我的手段。下一步吗？你想多了，我对占你便宜没兴趣，我只是不想看到秦家大小姐因为用药不当，变成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到时候岳父找我麻烦，我也很难办。这眼神确实不像在撒谎，而且他说的有道理。赤焰虎精血药性暴导，方才仅接触1滴就能察觉凶险，若是自行处理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在他面前褪去外衣，实在尴尬。我们2人早已定下婚约，拜堂成亲乃是既定事实。与其独自操作伤及自身，不如为了修炼变强，暂且忍耐片刻。好吧，那就你来吧。松开外层衣袍，露出肩背穴位。
好了。还需敞开肩背衣襟，让药力渗入穴位，其余内衬无需挪动。什么？你得寸进尺！这家伙，他居然全程没有看我，难道我就这般不值得他分心？快点，药液凉了，效果就差一筹了。行，就这样吧，早点处理完也好。好了，来吧。他肉身根基极佳，是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纵使前世9剑各路修行天骄，也不得不认可他得天独厚的修炼底子。站好，别动。这般距离上药，实在让人局促难安。引导如此霸道的精血药力，比同高阶妖兽激战还要耗费心神，半点不能分神。原来他并非全然不在意，只是一直在强行收敛心神罢了。好了。就是现在，赶紧运转功法，吸纳灵气。烈阳诀，突破了，凝气一重。啊！你给我滚出去！行，我这就走。记得让人备好热水，多洗几遍，药力淬炼排出的杂质不易清理。滚！来人，快来人，备水，我要沐浴，快！淬体5重，今晚就让我看看这加强版的药效，到底能助我突破到何等程度吧。淬体5重，成了。修炼完了，赶紧走吧。父亲在正厅等我们吃饭，看你在修炼，我就没叫你。这丫头怎么脸又红了？难道是突破之后气血太旺？来了，快坐，菜都要凉了。让岳父久等了。小婿刚才修炼正值关键时刻，一时忘了时间。无妨，岳羽已经让人来打过招呼了，说你在修炼，这是好事啊。只要你能把心思放在正道上，不再像以前那样顽劣，那就好。如此一来，我也算是对得起宁之兄的在天之灵了。宁之兄，那是原主父亲的名字。岳父的话语中不仅有怀念，似乎还夹杂着一丝愧疚和无奈。岳父，当年我苏家遭难一事，是否另有隐情？陈年旧事了，提他做什么？当年的事情早就结案了，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吃饭吃饭，今晚特意让厨房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快尝尝。苏家劫难果然没那么简单，连岳父这位至交好友都讳莫如深。不过前身太混账，刚有起色不宜追问过急。来日方长，这秘密迟早会被我挖出来。来。
陈儿，关于百兽淬体液的事，福伯那边我已经安排下去了。家族的几位长老也都看过了药效，一致认为这是咱们秦家崛起的大好机会。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将这替液分为2种规格售卖，一种是不沾杂兽血的普通版，面向大众，一份定价100两银子；另一种则是沾杂了开府境妖兽精血的加强版，走高端路线或内部供应，一份定价500两银子。另外，关于这块的利润分配，几位长老虽然有些微词，但老夫已经力排众议，拍板定下来了。老规矩，依旧会给你70%。你先别急着拒绝，咱们是一家人。但是陈儿，你是苏凝之的后人，是苏家的独子，并非入赘秦家。月雨是嫁给你的，将来你要重振苏家门楣，开枝散叶，这70%利润是你未来重建苏家的资本，理所应当归你。岳父恩情，苏晨铭记在心。但是这笔钱现在还不能给你。陈儿，你别怪岳父说话直。虽然你这2天确实有所改变，不仅开始修炼，还拿出了这等神奇药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以前那种混账行径，实在让老夫有些心有余悸。所以这钱我会先替你存着，等你真正通过了考验，让老夫确信你已彻底改过自新，能独当一面时，这钱会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的全都交给你。确实，若是换做以前的原身，恐怕当场就要翻脸。岳父所言极是，小婿以前确实混账，让岳父失望了。放在岳父那里，小婿很放心。除了对外售卖，老夫也定下了族规，以后凡是秦家子弟，每个月都可以按照成本价，在家族库房购买3服百兽淬理液，不过仅限于普通版。若是想要加强版，那兽血就得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弄，或者花钱去买。至于你和月雨，你们俩的修炼资源就不用操心了，我已经吩咐过福伯了，以后每个月福伯都会亲自为你们2人配好沾杂了开府剑妖兽鲜血的加强版淬人液，足量供应，只管安心修炼便是。父亲，我就不需要了。怎么还在跟陈儿置气？这可是关乎修炼的大事，别耍小性子。不是置气，是因为我已不需要这淬体液了，因为我已经突破凝气境了。凝气境，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今早我看你还是淬体9重巅峰，怎么才过了大半天就突破了？就是今天下午，多亏了苏晨炼制的那个加强版药液，女儿试用了一下，没想到药效出奇的好，直接冲破了瓶颈，一举踏入了凝气境。好啊，没想到这药液竟还有助人突破的神效。陈儿，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看到你们俩能好好相处，互相扶持，老夫也就没什么好担心了。岳父过奖了，主要是月雨本身底子好，药业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对了，还有一件事，3个月后便是咱们天河城1度的3族大比。今年的大比非同寻常，因为紫霄圣宗今年将在咱们天河城招收5名外门弟子。紫霄圣宗，那可是统辖了方圆万里疆域的庞然大物，真正的武道圣地。5个名额，竞争极其激烈，其中1个已经被城主府预定了。不用说，肯定是给王腾那小子的。虽然你现在起步晚了些，但你有那淬体液辅助，加上你表现出来的悟性，若是能在3个月内突破到凝气境，未必没有希望去争一争那前4的席位。剩下的4个则要在3族大比中决出，只有进入大比前4名，才有资格获得紫霄圣宗的入门考核令。陈儿，这3个月你要加倍努力修炼，只要你能拿到名额进入紫霄圣宗，到时候老夫会把当年苏家劫难之事的真相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劫难真相，秦昊天竟以此作为条件，看来背后牵扯的势力极大。只有入了紫霄圣宗，有了足够的靠山和实力，才有资格知晓啊。好，岳父放心，这名额我苏晨必取其一。女儿也一定会全力以赴，绝不给秦家丢脸。那个秦啸天简直是不识好歹。小女蒲柳之姿，高攀不起王公子，还望另觅良缘。本少爷看得上他女儿，那是他们秦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他竟然宁愿把秦月雨嫁给苏晨的草包，也不愿意嫁给我，简直是瞎了眼。秦月雨这女人也是，
居然被苏晨迷惑。听说这2天两人关系都缓和了。腾儿，稍安勿躁，成大事者需沉得住气。爹，我都快气炸了，还怎么沉住气？那秦家现在是越来越不把咱们城主府放在眼里了。您看看这次，他们竟敢公然拒绝我的投亲，岂不是在打咱们城主府的脸？放心吧，秦家蹦跶不了多久了。爹，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以为当年苏家是怎么衰败的？苏家当年可比现在的秦家强盛得多，甚至隐隐压过我城主府一头。结果呢，一夜之间骤然败落。爹，您的意思是？苏家当年招惹了不该惹的人，那股势力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凡俗家族能够想象的。林啸天那个蠢货，以为收养了苏家遗孤是在讲义气，是在报恩，殊不知他这是在给秦家招灾引祸。那边的人早就盯上秦家了，或者说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旦他们失去耐心，秦家就会步苏家后尘。爹，那股势力到底是谁？腾儿，不该问的别问，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你只需要知道，秦家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嚣张了。至于那个苏晨，一个将死之人罢了，让他多蹦跶几天又何妨？从今往后，你们2人必须住在一起。少年夫妻老来伴，床头打架床尾和。老夫还等着抱孙子呢。父亲也真是的，怎么能当着下人的面说抱孙子这种话？这2天，苏晨似乎变回来了，甚至比以前更有魅力了。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浮，反而多了一种让人看不透的深沉和自信。而且，他还帮自己突破了凝气境。这床虽然够2个人睡，但只要一翻身，肯定会碰到。而且万一他半夜心生歹念怎么办？那个，苏晨，今晚我睡地上吧。他这是什么意思？喂，你去干什么？不行，不许找我爹告状。要是让我爹知道我把你赶出去了，他肯定会骂死我的。你要是敢找我爹，我就……你就威胁我，好像没什么能威胁的吧？想求我又拉不下那个脸吗？放心吧，我没那个闲工夫去告状他。我去外间只是为了修炼，在这里会打扰到你休息，也会影响我。修炼又是修炼，放着屋里如花似玉的老婆不管，跑去外间坐冷板凳修炼，他还是不是男人？哼，修炼就修炼，谁稀罕跟你躺一块儿了？也不丑啊。以前那混蛋，每次看到自己，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那眼神恨不得把自己生吞活剥。怎么现在自己都这样了，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宁愿去外面坐冷板凳，也不愿进屋跟自己待一块儿。一定是他在欲擒故纵。哼，男人。竟然真是在修炼，这家伙来真的！笨蛋，
修炼修炼，就知道修炼。以后你就一直在外面待着吧，再不给你睡里面了，好像谁稀罕你进来似的。这女人又发什么神经？自己不进去打扰她，她还不乐意了。女人心，海底针。按理来说，淬体境武者体内是没有灵气的，只有突破到凝气境，开辟丹田气海，才能引天地灵气入体，转化为自身灵力。但我修炼了鸿蒙归元经，丹田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缕鸿蒙之气，这鸿蒙之气到底和灵气有什么区别？为何我在淬体境就能拥有类似灵气一样的东西？气血之力也可以转化成鸿蒙之气。这种力量爆发的程度，比服用任何暴血丹药都要来得猛烈。鸿蒙之气可以反向转化成气血之力，只要体内有足够的鸿蒙之气，肉身力量就可以无限叠加，甚至在战斗中时刻保持巅峰状态，永不枯竭。既然气血可以转化，那灵力呢？可以转化，但因为没有突破凝气境，无法储存。既然气血、灵力都可以转化，那生命力呢？既然鸿蒙之气可以转化为气血，模拟灵力，那生命力呢？这也太离谱了！气血、灵力、生命力，这鸿蒙之气竟然可以转化成任何形式的能量。鸿蒙乃万物之始，万法之源。既然鸿蒙之气可以转化万物能量，那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灵火？不行，为什么？鸿蒙之气可以间接的变成火，却不能直接变成火，除非它需要一个引子，或者说是一个模板。吸，果然如此。出，这就是无物不吞吗？只要吞噬过一次，鸿蒙之气便能解析其本质，将其完美复制出来。那如果是两种火焰融合呢？融！这朵火焰既可以依附物质，也可以燃烧灵力，两者结合，取长补短，竟然真的可以融合。有了火焰之力，炼丹就不成问题了。而鸿蒙之气能吞噬融合火焰的特性，意味着日后若能找到天地灵火，我完全可以吞噬融合，炼化出更强大的异火。这一夜才算真正打开鸿蒙归元经的大门，不仅掌握了造化神通般的疗伤之力，更创造出了独属于我的异火雏形。凡火与灵力之火尚且如此，若是吞噬了排名第3的九幽焚天炎，再吞噬排名第1的，再将多种灵火融合，将会诞生何等恐怖的火焰！早啊，你昨天晚上没睡觉吗？要你管，睡个屁！昨晚好不容易熬到后半夜，迷迷糊糊快睡着了，结果外间突然又是火光又是热量的，吓得我以为他走火入魔把房子点了。爬起来一看，他2只手冒着火玩得不亦乐乎，笑得跟个疯子一样，这让我怎么睡得着？
这女人真是奇奇怪怪啊！现在最要紧的是修炼和变强。有了鸿蒙归元经，再加上加强型百兽萃油液的辅助，我的修为进正可谓一日天理。不能浪费这股势头，继续冲击！一夜之间，从淬体5重到淬体7重，这怎么可能？他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淬体7重还不够，不到3个月后要拿到3族大比前4，至少要达到凝气境才行。鸿蒙之气壮大了，气血和生命力的转化也更简单。如今气血之旺盛，堪比人形凶兽，受了伤也能快速愈合。战力方面，一拳足以崩碎岩石，但单靠催符液和苦宣，很难在3个月内达到凝气境。看来得走炼丹这条路了。你去哪儿？百草堂。去百草堂做什么？买药材炼丹。等等我！你也要去百草堂？谁说的？我只是顺路和你一起走，不行吗？他竟然主动跟上来了，这倒是新鲜事。你要进去吗？你自己进去买药材吧，我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就不陪你耽误时间了。哎呦，姑爷又来了。哟，这态度倒是热乎，跟上次截然不同。照着这个方子，把药材给我备齐了。让我看看，约莫是百兽淬体液新的辅药吧。这姑爷，这上面的药材，小的这里没有啊？怎么，现在还怕我拿了药材去卖掉换银子？还是说，福伯的吩咐不管用了？不，姑爷误会了，天大的误会啊！借小的100个胆子，小的也不敢怀疑姑爷您啊！实在是因为姑爷您这方子上写的药材太过特殊了。您看这灵雾草、赤金果、紫叶兰，这些都是蕴含灵力的灵芝。百草堂只是凡俗药铺，哪里会有这些？这种蕴含灵力的药材是真正武者修炼用的资源，在咱们天河城只能去城主府开办的坊市购买，那里鱼龙混杂，会有很多进山历练回来的武者摆摊交易，偶尔能淘到不少好东西。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我就去一趟坊市吧。没钱。前世身为仙尊，何曾带过钱财？看来只能回去找岳父大人支取一点了。晨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岳父，我想跟您支取一些灵石。灵石？你要灵石做什么？淬体境武者无法直接吸收灵气，强行使用甚至会爆体而亡。我想去坊市买些灵草，尝试炼丹。炼丹？晨儿，你没开玩笑吧？炼丹需要凝气境以上，还得有灵火或地火，加上强大神识才行。我有把握。换做以前，老夫一定以为这小子在吹牛，但亲信看着他这段时间的转变，说不定真能成。晨儿，这里是1000下品灵石，你拿去用，成了是好事，不成也当交学费了，不必有负担。1000下品灵石，
换算成白银那就是10万两。多谢岳父，小婿定不负所托。父亲且慢，父亲，炼丹非同儿戏。苏晨如今才淬体境，且不说能否操控火焰，单是灵草的损耗就是个无底池。而且，苏晨，不是我不信你，只是你以前做过荒唐事，1000灵石不是小数目，是父亲多年的积蓄。今日这束话说的，不免叫人高看了一眼。若是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支持，那才叫没脑子。岳宇，晨儿既已浪子回头，我作为长辈理应给他个机会，输了就当买个教训，成了便是我秦家之幸。晨儿，放心拿去用吧。既然父亲已经决定了，女儿也不多说什么。不过，我想跟苏晨一起去访视。你去干什么？访视鱼龙混杂，我跟着去，一来可以帮着参谋，二来我也想看看你要如何炼丹。也好，有岳宇相伴，也能省去不少麻烦。那便走吧。苏晨，怎么？那1000灵石是父亲省吃俭用攒下的私库，公账有长老监管，动不得。父亲动的是他自己的老本。我知道，知道就好。我不管你是不是真会炼丹，但我希望你这次是认真的。父亲他很看重你，别让他再失望。这么好的媳妇和岳父，元神以前到底是怎么想的？倒像是猪油蒙了心。放心吧，我苏晨行事从不让人失望。这还是成婚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来。品相一般，年份不足。他怎么会对灵材这么了解？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掌握的知识。所有炼丹药材都备齐了，没有遗漏。那我们回府了。二位客官好眼力。嘿，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小的从一位上古强者的墓穴里冒死带出来的。您看这铜镜，虽然生锈了，但那可是法器胚子。还有这玉碗，说不定曾经盛过琼浆玉液呢。走吧，别听他胡扯，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全是废物。就算从墓里带出来的，这么多年也早腐朽。啊！这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农具上崩下来的废铁。有古怪。这个怎么卖？10块下品灵石。10块灵石买块破铁片，这不是被坑了吗？10块灵石买块破铁片，你疯了！哟，这不是咱们天河城第一草包苏晨吗？让开，让开！怎么，不在秦家吃软爆，跑到这里来捡破烂了？秦大小姐，你还真是好兴致，竟愿意带着这么个草包出门，也怕丢了你们秦家的脸。王腾，你嘴巴放干净点。哟呵，
秦大小姐以前不是最嫌弃这草包吗？怎么现在这么护着她？怎么秦家这是要破产了吗？竟沦落来了这种垃圾堆里淘宝贝？要是实在没钱，你可以求求本少爷啊！只要肯服软哄哄本少爷，别说这些破烂，就是整个仿肾，本少爷都能买下来送给你。无耻！这小丑怎么又来了？苏晨，你这草包，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连个屁都不敢放。王腾，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别怪我不客气。秦月雨，你还真是个痴情种啊！为了这么个草包，竟然敢跟本少爷叫板！你看看他那副怂样，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我告诉你，像这种草包，整日沉溺风月，迟早要毁在这上面。到时候你秦大小姐就等着当寡妇吧。之前还是淬体九重，什么时候突破的凝气境？凝气境，哼，走了狗屎运罢了。淬体七重而已，淬体七重的草包，靠老婆家的钱买灵材，还要靠老婆出头，真是男人的楷模。就是软饭吃得香吧？秦大小姐跟这种草包出门也不嫌丢人。王腾，你我来。他什么时候穿的这身？怎么，草包被吓傻了？脱衣服干什么？给本少爷磕头赔罪也用不着脱衣服。王少爷既然这么想打，我奉陪。但光打没意思，加个彩头如何？输了，我给你100灵石，外加给你当牛做马1年。赢了，以后见到我和月雨，绕道走。淬体七重挑战凝气3重，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这天河城的草包，该不会是修炼修傻了吧？好，本少爷就成全你，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在场的各位都听到了，他自己说的，输了给本少爷当牛做马。你疯了？他可是凝气3重。信我。我竟然真的动摇了。你要是输了，我可不会去城主府给你送饭。凝气3重，这王腾虽然为人嚣张跋扈，但这修炼天赋确实没得说。来吧，草包，本少爷让你3招。不用让。碎尸掌！碎尸掌！王家的黄阶绝学，这一掌下去，苏晨怕是要废了。苏晨，小心啊！苏晨，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苏晨，你别打了，我来对付他。鸿蒙之气，化灵力。这怎么可能？你一个淬体境怎么能使用灵力了？不过那又如何？草包终究是草包，给我死！碎尸掌！碎尸掌，黄阶上品武技，炼制大成可开班炼石。前世100年征法，万千功法，崩山拳，崩山拳。什么？这也是武技？淬体境竟然也可以使用武技？这力量
淬体境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淬体7重，怎么会有灵力？谁规定淬体境就不能有灵力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淬体境的打退，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苏晨，你找死！碎石掌第2式，碎骨裂心。没想到这一次，竟逼得我使用压箱底的黄阶绝学。这招自练成以来，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过。一招，我要废了他！这一掌比刚才强了近1倍，苏晨要完了。他怎么闭上眼睛了？这是放弃了吗？苏晨！鸿蒙逆转。与我不！硬碰硬的正面碾压，这还是那个淬体7重的草包吗？一拳，淬体7重，一拳打飞凝气3重，这是什么怪物？他真的不是以前那个苏晨了，或者说，他从来就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苏晨。拜见城主大人。精彩，真是精彩！不愧是苏凝之的儿子，果然虎父无犬子。爹，他……闭嘴！丢人现眼的东西！苏贤侄当真是真人不露相啊！秦啸天那老家伙藏得可真深，淬体7重就能运用灵力，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天河城都要震动。城主过誉了，侥幸而已。明晚我王家会在城主府组织一场拍卖会，届时会有不少好东西。既然你2人在此，也就省得我再派人前往秦家送请柬了。希望贤侄和贤宫女能赏光。谢城主盛情，明晚晚辈一定到。哼，输了就是输了，赌约该履行就许行，别给王家丢人。100块灵石，本少爷愿赌服输。公子，这是……老板，灵石城主府的人已经付过了，那么这些东西我就拿走了。如果还想活命，这会儿赶紧出城，这天河城恐怕你是待不下去了。多谢公子提点。喂，苏晨，你刚才用的那个武技是怎么回事？崩山拳，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而且看那飞势，绝对不是黄阶那么简单。还有，你明明才淬体境，为什么能使用灵力？哦，那个，都是我那个便宜师傅教的。他老人家有些独门秘法，能让淬体境短暂借用天地灵力。至于崩山拳，也是他的不传之秘。又是你师傅？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有师傅了？当然是真的。不然我怎可能打得过王头他？那个老板，这堆破烂你要不要？不要，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送给我都嫌占地方。这块铁片我留着当个纪念品，剩下的送你了，拿去回炉打口铁锅什么的都行。
你这是干什么？花了100灵石赢回来的东西，就这么随手扔了，就留了那么块破铁片。他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刚才在访视，王腾上前挑衅，然后事情就是这样。王振山竟亲自出面了。这老狐狸向来无力不起台，这次主动邀请你们去参加什么拍卖会，还特意提到了宁之兄，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不过既然他发出邀请，咱们接着便是。你们两个也不用多想这些事儿，安心准备，所有的一切等明天到了城主府，自然就见分晓。是，岳父。福伯，帮我送一口丹炉过来。丹炉，姑爷要炼丹。姑爷，您说的是炼丹用的那种丹炉？嗯，铸铁的就成。是。父亲说，你今天消耗不小。让厨房熬了粥，我顺路送过来。多谢。虽然是凡铁铸造，但用来炼制一品凝气丹，够用了。这火焰不过是凡火与灵力点燃融合的产物，虽然有一丝灵火特性，但威力并不大。这口铸铁丹炉还能承受。既然你由鸿蒙之气转化而来，又具备吞噬净化的特性，那便叫你元火吧。若真给我一口极品灵气丹炉，以现在的修为和火焰强度，恐怕也难以驾驭。今日与王腾一战，虽胜得干脆，但那股气血逆转的感悟还未完全消化。他竟然真的要炼丹，虽然还有些怀疑他能不能炼成，但经历今日访视一战，不知为何，总觉得他一定能行。你知道你今天错在哪里吗？孩儿不该轻敌。错，你错在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苏晨不是草包。一个你口中的草包，当众击败了城主府的少爷。你知道从明天开始，整个天河城的人会怎么议论城主府吗？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明明只是淬体境，身上一点灵力变动都没有，可他打我那一拳，却带着灵力，而且力量还大得离谱。不过这小子确实有点邪门，不愧是苏凝之的种。当年他的父亲苏凝之，那可是整个天河城乃至整个郡城州府都难得一遇的绝世奇才。要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遭遇横祸，如今那天河城哪里有我们王家什么事？爹，苏家当年到底得罪了谁？不该问的别问，这些陈年旧事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要做的是给我好好养伤，把状态调整到最佳。明晚的拍卖会，我会亲自试探那小子的底细。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什么事？紫霄圣宗的人3天后就会抵达天河城。紫霄圣宗来人？这次的拍卖会就是专门为了迎接那位大人物而举办的。你若能在那位大人物面前露一露脸，哪怕仅仅只需得到一句夸赞，那么进入紫霄圣宗的名额就稳了。是父亲，孩儿定不负所托。禀城主，少爷，小的已经查清楚了。今日苏晨和秦月雨在访市购买了大量灵草，其中大部分都是炼制一品凝气丹所需的材料。炼丹？秦家什么时候出了一位炼丹师？爹，这小子今天能以淬体境打败我，本身就很邪马，而且他还能使用灵力，再加上现在买这么多灵草，难道他是拜了一位炼丹师为师？
极有可能。炼丹师不仅富有，而且手段繁多。若苏晨真的拜了一位炼丹师为师，那他身上发生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似乎都能解释得通了。哼，炼丹师又如何？就算他背后真有个炼丹师，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徒弟，跟我们城主府、跟紫霄圣宗作对。行了，都退下吧。是。一品凝气丹，以我前世的经验，配合鸿蒙之气和这朵新生的火焰，应该不成问题。你真的会炼丹？看着就知道了。见过的炼丹师炼丹，要么用地火，要么用丹火，但从未见过有人这样生火的。这火跟昨晚透过窗纸看到时感觉又不一样了。起！这火焰竟然能引动我体内的灵力。这是炼丹，怎么跟我见过的完全不一样？那些炼丹师哪个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哪有像苏晨这样随手一扔就跟炒菜一样随意的？灵雾草调和灵气，赤金果补助气血，紫叶兰稳固根基，三股药力必须达到完美的平衡。火候到了。丹成。你真的炼出了丹药？试试。改良版的一品凝气丹，主要辅助凝气境修炼，加快灵气吸收和转化的速度。对于淬体九重巅峰想要突破凝气境的武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破境良药。这股灵力，这丹药的药效比咱们以前从郡城买回来的上品凝气丹还要强上数倍不止，而且炼化速度快了数倍。灵雾草15灵石，赤金果40灵石，紫叶兰20灵石，加上其他几味辅药，材料总成本不到80灵石。郡城上品凝气丹卖800灵石一颗，你这极品丹的药效比那个还强，至少能卖1200灵石，一炉10几颗，那就是将近2万灵石的销售额，包去成本，净利润，简直大到吓人。好了，别发呆了，走吧，先去见岳父。这丹药既然炼成了，总得拿给他老人家看看，也好让他放心。那1000灵石可是爹的私房钱。有了成果，自然要第一时间汇报。对，没错，就该这样。对，去找爹。爹要是知道你真炼成了，肯定高兴坏了。这么早过来，什么事？岳父，您瞧瞧这个。这是一品凝气丹。晨儿，这是你买的还是你炼的？虽然之前苏晨信誓旦旦说要炼丹，但我心里也就信了30%，更多是抱着让孩子去试试的心态。毕竟炼丹没个10年8年苦功，根本不可能入门。可现在才过去多久？4个时辰都不到吧，丹药就拿出来了。爹，
是真的，我刚才已经试过了，这丹药的效果比郡城上品凝气药还要强数倍不止。我才服了1颗，修为就精进了不少。比郡城买来的上品丹药还要好。好啊，晨儿，你真是给了老夫一个天大的惊喜。岳父，以我现在的修为和精力，每天大概能开炉2次，也就是说，每天大概可以拿出2瓶这样的凝气丹。1天2瓶，1瓶里可足足有着10颗，那就是20颗极品凝气丹。这2瓶丹药，其中1瓶我会留下来给自己和月雨修炼用。毕竟我俩都处在修为提升的关键时期，尤其月雨刚突破凝气境，需要稳固境界。晨儿特意提到给女儿留了一份。哈哈哈哈，应该的，应该的，修炼才是根本。这些丹药自然得紧着你们自己先用。哈哈哈哈。至于剩下的1瓶，我想拜托岳父帮我处理掉。至于这其中的利润，55分成便好。55？岳父，这次的情况和上次百寿淬挺液不同，上次我只是提供了一张药方，后续的药材采购、熬制、校卖全是秦家在处理，我拿3成那是占了便宜。但这一次丹药是我亲手炼制的，所以利润分配自然不能再按之前的来算。不行，晨儿，你这账算的不对。这丹药是你炼制的，那就是你的私产。我帮你卖，那是我秦啸天以岳父的身份在帮你，而不是以秦家家主的身份。这中间不走秦家的公账，也不用那些长老插手，完全是我私人的行为。既然跟秦家没关系，那我这个做岳父的帮女卖点东西，还要收什么分成？这钱我分文不取，卖多少全都是你的。我知道岳父对我好，但没想到竟然好到这种地步，这可是一笔巨款，说不要就不要了。可是岳父之前购买药材的那1000灵石，也是您出的私房钱。哎，打住！晨儿，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秦啸天的女婿，从岳父这里拿点钱花，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再说了，1000灵石算什么？跟你这手炼丹术比起来，简直就是9牛1毛。晨儿，咱们天河城地处偏远，资源匮乏，整个天河城连一个正式的1品炼丹师都没有。想要稳定购买丹药，只能去几百里外的郡城。那里虽然有2品炼丹师坐镇，但人家架子大得很。咱们这种小城的家族过去排队都未必能买到。如今出了你这么个炼丹师，那就是咱们秦家的定海神针。有了这些极品丹药，秦家的护卫子弟实力将会飞速提升，这比给我多少灵石都重要得多。所以别跟我谈什么分成了，你能想着秦家，岳父就已经知足。从未见过父亲这般激动过。既然岳父都这么说了，那小婿若再推辞，就显得不知好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坚持，这丹药优先秦家购买，价格方面就按照市面上普通凝气丹的来算即可，不用议价。极品丹药卖普通价，好，我这就去安排，保证让这些丹药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吁！哈哈哈哈哈！秦兄，你可算是来了，让我这一顿好等啊！面上热络，眼底藏刀，这老狐狸来者不善。哟，这不是苏贤侄吗？昨日坊间匆匆一见，不及细看，今日近处端详，果然是一表人才。秦兄，你这份重情重义，还真是让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苏家何等风光，简直堪称不可一世都不为过。结果呢，一夜间骤然衰败，什么都没了。秦兄执意收养着苏家后人，这份胆识，王某自愧不如。不过王某还是得提醒秦兄一句，有些东西那是天生带煞的。当年苏家惹了不该惹的天威，才招致这等祸事。秦兄，你如今这般行事，莫要好心办了坏事，让偌大的秦家也步了那苏家后尘，落得个风云突变的下场。哼，王城主，我秦家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走。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老糊涂。应当是给4大家族准备的座位区域。天河城4大家族，除了王家稍强一筹外，秦李赵3家实力在伯仲之间。这3人都是开府出境9重，距离元丹境都只有1步之遥。这天河城的局势看似平衡，实则暗流涌动。哼！岳父，您可认识王家那边端坐的那位老者？从未见过。天河城有名有姓的高手我都认识，但这人面生得很，或许是王振山请来的供奉。直觉告诉我，这老者不简单。诸位，欢迎前来参加本次拍卖会。规矩不多说，价高者得。1品止血丹，虽说实用，但也不过是小玩意儿罢了。300。350。这些东西在我眼里如同垃圾一般，根本提不起丝毫兴趣。黄阶上品武技烈风腿，起拍价500。黄阶上品武技，这可是好东西。600。700。750。800。虽说这门武技不错，但今日主要目的是看看王振山那老狐狸到底在打什么钻网，不是竞拍。几大家族都出手了，我们这点家底拿什么跟人家争？800，一次、2次、3次，成交！恭喜李家家主。这些拍品也太普通了吧，还不如仿市地摊上的东西呢。王振山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抬上来！诸位，接下来这件拍品乃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重宝，一门玄阶上品武技。玄阶上品？我没听错吧？咱们天河城这种小地方，竟也能出现玄阶上品武技？天哪，这可是足以作为镇族之宝传承下去的神通啊！玄阶上品，玄阶上品，若能练成，我一身战力至马提高3成。这等机缘绝不能错过。玄阶上品武技，我们要不要？不对劲！诸位，接下来拍卖的是一门玄阶上品武技——太虚撼天劲，起拍价5010。玄阶上品，5010起拍。太虚撼天劲，岳父，这门武技有什么特别吗？这是苏家的不传之秘啊！当年宁之兄曾说过，此乃苏家先祖九死一生所得，是他苏家压箱底的绝学啊！苏家，我这一世的家族的绝学？爹，你的意思是这是苏家的东西，怎么会落到王家手里？5500。6000。6300。7000。10010。秦家主疯了，花10010买一本武技。11000。
12000， 2万灵石。这可是苏家的东西啊，秦兄，你身为苏家遗孤的岳父，应该比任何人都想拿回去吧？只是不知道你秦家拿不拿得出这笔钱。25000， 3万，35000， 4万，45000。价格已经远超预期，强行跟下去不值当。王振山今天摆明了是在针对秦家，我何必趟这浑水？带的灵石快要见底了，但这是苏家的东西，我不能放手。5万，带的灵石只有5万，再多就拿不出来了，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来。岳父，够了。陈儿，那可是你苏家的绝学，若让他流落在外，100年之后，我有何颜面去见你父亲？岳父，为了一本武技，耗尽秦家底蕴，不值得。更何况这种级别的武技，我有的是。你说什么？我说这种级别的武技，我有的是。我师尊传我的那些，至少都是玄阶起步。陈儿，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爹，是真的。你想想，他连极品丹药都能随手练出来，背后那位师尊的能耐还用说吗？一直以为是我秦家在庇护这个孩子，没想到到头来反而是这个孩子在护着我秦家。5万灵石，1次、2次、3次成交。本意是想逼秦啸天耗尽家财，好让秦家伤筋动骨，万万没想到秦啸天竟然在最后关头收手了。这小子说，这种级别的武技他有的是，他到底拜了何方神圣为师？城主，这武技按照规矩，既然老夫拍下了，自然归老夫所有。王城主，这门武技老夫也颇感兴趣。既然秦兄放弃了，那不知王城主可否割爱？老夫愿出6万灵石。赵兄这是要跟老夫抢了？不敢，只是买卖自由。王城主若是愿意，不自然感激不尽。哼，既然赵兄如此诚心，那68000灵石你拿走便是。多谢王城主成全。走，去2楼。李老，今日之事有劳您了。这就是你个不成器的儿子，还不快拜见李老！晚辈王腾，拜见李老。过来吧。这种感觉不是探查，是里里外外都被摸透了。根骨尚可，虽然算不上绝佳，但也算是一块璞玉，加以雕琢，日后踏入元丹境有望。那李老，您看，我这次来天河城，本就是奉宗门之命，为即将到来的弟子选拔做些前期准备。既然遇到了合适的好苗子，直接带回宗门参加选拔便是。不过，老夫丑话在前头，能否通过选拔，能否留在内门，全凭他自己的本事。老夫只负责引路，不负责保送。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李老能给他一个机会，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多谢李老，晚辈定不负所托。苏家灭门、至宝、王振山的试探，这三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你怎么还不去休息？修炼。今天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拦住父亲，他可能会把秦家的家底都压上去。虽然那是你苏家的东西，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为秦家着想。应该的。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今晚还要修炼，改天吧。你，哼，不识好歹！我刚刚在说什么？这女人脾气还是这么火爆。淬体七重的根基已经彻底稳固，现在是时候冲击第8重了。凝气丹虽是为凝气境武者准备的，但其中蕴含的磅礴灵力对淬体境来说同样不可多得。来了，好磅礴的灵力！这股力量足够冲开第8重的壁岭了。鸿蒙归元，给我炼化！落后归元经济面前，没有炼化不了的力量。淬体8重的门槛就在前面了。这感觉，骨头正在被一块一块的敲碎，再重新合拢。给我破！成，淬体8重，距离凝气境又近了一步。那块铁片的秘密，还有苏家的往事，黄腾与灰袍为老者，3族大变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时间了。你突破到淬体8重了？怎么，很惊讶吗？你这个人真是一天都不消停。对了，昨天父亲说让咱们今天早上过去正厅一趟，等我换件衣裳就去吧。岳父早安。父亲早安。晨儿，昨天拍卖会上的事，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王振山那老狐狸，明明对太虚撼天劲志在必得，最后却又转手卖给了赵无极，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岳父，关于苏家，我想知道更多。也罢，早晚都是要告诉你的。当年，你的父亲苏凝之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出色的天才。他不像那些只知道修炼的莽夫，他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但真动起手来，整个天河城同辈之中无人能敌。20岁开府境9重，距离元丹境只差临门一表。苏家曾是这天河城真正的第一家族，相比那时的苏家，如今的王家连提鞋都不配。这么厉害，那后来怎么会？后来苏家太过耀眼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据说苏家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件至宝，引来了某个大势力的觊觎，一夜之间鸡犬不留。你们先过来坐下说吧。那天你母亲拼死将你托付给我，让我带着你逃出苏家。等我赶到时，苏家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满地的尸体。我甚至没能见到宁之兄最后一面。王振山昨天提到的那本《太虚撼天劲》，就是你苏家压箱底的绝学之一。
我原以为这本秘籍早已随着苏家的覆灭而消失，没想到竟然落到了王家手里。岳父，那我父亲的仇人是什么势力？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势力极其庞大，庞大到苏家在那等庞然大物面前，连反抗之力都没有。晨儿，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听岳父一句劝，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不要去打探这些事。有些事真相知道了，反而是一种负担。岳父放心，我明白。苏家灭门，父亲的仇，这些事我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这块铁片到底还藏着什么？九阳焚天镜，这是焚天圣者的地气碎片。苏晨，你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大的动静？好热，好难受，帮帮我，苏晨，帮帮我！糟了，九阴玄火体被阳气引燃了。不行，他现在正处于九阴玄火绝体觉醒的关键时刻，一旦自身本源受损，往后修行根基会彻底受损。得罪了，苏晨，我好热。鸿蒙之气，给我镇住！别走，别走！鸿蒙之气，镇！只是暂时压制了，这股阳气和他体内的玄火并没有真正融合。就像一个火山口，只是被一块石头堵住了，随时可能再次喷发，而且下一次爆发会比这一次更加猛烈。你怎么这么靠近我？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不要误会，铁片是九阳焚天镜碎片。激发时阳气爆发，引动了你体内的九阴玄火体，所以你失控了。我只是出手帮你压制了邪火。看来是自己误会了他。那你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看到，我只顾着压制你的邪火，没时间看别的。你体内的邪火只是暂时被压制了，它随时可能再次爆发，而且下一次会比这次更加猛烈。到那时，我的鸿蒙之气也压制不住了。那我怎么办？2个办法：第一，你每隔一段时间来找我，我帮你压制；第二，找一位5品以上的炼丹大师，为你炼制专门克制九阴玄火体的丹药。但5品炼丹师，整个天元大陆都屈指可数。那如果我选第一个办法，我要多久找你一次？每7天一次。那你不许对别人说。放心，我不是那种多嘴的人。1个月足以改变很多东西。
淬体九重巅峰，距离凝气境只差1步了。自从上次九阳焚天境碎片引动玄火后，每隔7日便会火毒发作，至今已是第7次。又来了！城主，越来越难了。是不是压制不住了？没关系，不是还有第2个办法吗？找五品炼丹师，我们去找就是了。明天我找岳父帮忙，先找一味关键的药材——百年寒破草。全部找过了，10年份的寒破有，50年份的也有，但100年份的整个天河城都没有。没有。老奴亲自带人跑遍了整个天河城所有售卖灵植的地方，但这100年寒破团本就稀缺，属性极寒，只有在特定的疾风极寒之地才能生长。别说没有现货，就连消息都没打听到半点。1个月的折磨，每一次邪火爆发，都像要把我整个人点燃。没关系的，爹，没关系的，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月雨，寒玉镇火丹，以百年寒破草为主药，辅以冰心玉髓、寒檀灵液，可以压制九阴玄火体的邪火至少3年。主要都找不到，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知道一个地方，可能有百年寒破草。哪里？鬼抽剑。不行，鬼仇剑太危险了，那可是连开府境强者都不一定能活着出来的地方。岳父，月雨是我的未婚妻，她有危险，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也去。好吧，老夫让福伯带队护送你们。家主放心，老奴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让姑爷和小姐少一根汗毛。但鬼仇剑凶险无比，你们必须在3日内返回，否则老夫亲自带人去找你们。城主大人，秦家最近在大量寻找药材，特别是100年份的寒破草，而且刚刚调了一队精锐护卫，看样子是要出城。出城，城北，鬼仇剑，有意思，给我盯紧他们。誓死保护姑爷小姐，少一根汗毛，提头来见。是。姑爷小姐都准备好了。福伯，出发吧。但鬼仇剑凶险无比，你们必须在3日内返回，否则老夫亲自带人去找你们。放心吧，父亲。禀福伯，9匹坐骑都备好了。上马。走吧。走。岳父，我们先走了。晨儿、月雨一定要平安回来。小心，这里的阴气很重。姑爷说的对，再往前10里就是鬼仇剑的外围了，那里的妖兽至少是凝气境以上的。
姑爷、小姐都小心些。这落日山脉虽是外围，却也不可小觑。这里不仅有毒虫猛兽，更有开了灵智的强大妖兽盘踞。哪两个大家伙？为东十大阴鬼阴谷的紫电雷师，另一个是占了西边独龙潭的闭眼中期大妖。咱们天河城最强的不过开府境9重，在这2头霸主面前，当真什么都不是。元丹境，这外围就有元丹境妖兽，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小姐放心，2头霸主各有领地，不去主动招惹，一般不会遇上。不过这落日山脉实在太大，咱们天河城背靠的这片，在整个山脉版图里，恐怕连芝麻都算不上。据说它横贯东西，足足覆盖了东荒1/3的疆域。越往深处走，妖兽越恐怖。而在那传说里的核心处，据说沉坐着一头真正的万妖之王，那可是超越了元丹境，达到传说中王侯境的恐怖存在。王侯境，那种境界真的存在吗？开府之后是元丹，元丹之后是通神，通神之上才是王侯。王侯境领悟天地法则，能构建领域，在领域内言出法随，敌人如覆大山。王侯之下皆为蝼蚁。有机会，倒是该去会会。